方舟，你今天怎麼了？看你一直拉着臉，心情不好嗎？唉，別提了，今天出門前跟女朋友吵了一架。吵架了？事情很嚴重嗎？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，就是一點生活瑣事，你一言我一語的就吵起來了。既然是小事，你也別太往心裡去，趕快發信息道個歉，哄哄他，不就完了嗎？他就是小題大做，這次我也得硬氣一回，不道歉不服軟。方舟，你這個想法可不對，道歉並不代表軟弱，更不代表你輸了，恰恰相反，能夠主動控制情緒、解決問題的人才是真正的強者。話雖如此，可是我到現在心裡還堵得慌呢。那我問你一個問題，低頭道歉和徹底失去他，這兩樣你更怕哪一個？那我當然是更在意他。既然更在意他，那現在賭氣又有什麼意義呢？倒也是，不過早上我們都說了些重話，即便我現在能放下面子給他賠禮道歉，也不知道他會不會理我呢。別想那麼多，行動起來，帶着誠意，現在就給他發微信道歉吧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林靜，我剛把信息發出去，就收到回復了，他也跟我道歉了，說早上是他態度不好。你看，這多好啊！情侶間偶爾拌嘴很正常的，好好溝通，互相體諒最重要。看到他這麼說，弄得我還怪不好意思的。剛才我還在賭氣，結果他已經在反省了，是吧？其實他跟你一樣，都在等着對方的一個台階，這說明他也非常重視你們這段關係。看來真誠的道歉真的能化解很多問題。不過林靜，說起道歉，在中文裡除了對不起，我們還可以說什麼呢？那就有很多啦。其實在很多日常场合，對不起並不是最好的選擇。啊？對不起不是萬能的嗎？還真不是。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中國人在不同的场合到底該怎麼表達歉意，讓你的表達既得體又有人情味兒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Mandarin Chinese Podcast， 我是林靜，我是方舟。我很想知道，為什麼你說對不起有時候並不是最好的選擇？首先我們要知道，中文的对不起分量其實非常重，它字面上的意思是我對不住你。聽起來確實挺嚴肅的。對，通常只有當你犯了比較嚴重的錯誤，給對方造成了傷害或者是損失的時候，我們才用對不起。也就是說，如果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點小摩擦，或者只是為了表示禮貌，用對不起就顯得太重了。沒錯，如果你動不動就說對不起，對方可能會覺得壓力很大，以為出什麼大事了。明白了。那如果是小事，比如我只想借過，或者想引起別人注意，我該說什麼呢？這裡有一個使用頻率最高的詞，就是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我記得這個詞是害羞的意思。對，它本意是有害羞、難為情的意思，但在現代口語裡，它就是最高頻的輕道歉。輕道歉，這怎麼理解？比如在地鐵上，你的包不小心碰到別人了，你可以說聲不好意思。又或者你想跟陌生人問路，也可以說不好意思，請問。我懂了，所以對不起是用來應對事故的，而不好意思是用來應對小麻煩或者打招呼的。總結得非常精準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不小心踩了別人的腳，這時候你得說什麼？這種時候必須得說對不起了。對，但如果在公交車上，你只是想讓前面的乘客讓個路，讓你下車呢？那就是不好意思，借過一下。完美。所以記住，如果你沒給對方造成實質性的傷害，盡量用不好意思，這樣雙方都會覺得很輕鬆。明白了。另外，我還經常在工作中或者那種比較正式的场合听到抱歉这个词，這又是什麼感覺？問得好，抱歉這個詞自帶一種職場感，它比不好意思和對不起都更正式。職場感聽起來很有意思。比如飛機晚點了，廣播裡一般會說，由於天氣原因造成的延誤，我們深表歉意。哦，對對對，經常聽到。
再比如你開會遲到了，進門跟老闆說非常抱歉，路上堵車，聽起來就比對不起要得體職業很多。明白了，抱歉就是穿了西裝的對不起，適合正式场合。哈哈，這個比喻很形象。我們再說回剛才問路的場景，除了不好意思，其實還有一個詞特別地道，就是打擾這個詞。打擾 ，disturb。對，這個詞特別適合你去向正在忙碌的人求助，比如同事正在敲鍵盤，你想問個事兒，這時候說打擾一下，那種尊重感瞬間就上來了。這麼說來，如果在街上想問路，我就可以說：您好，打擾一下，請問地鐵站怎麼走？沒錯，你已經會舉一反三啦。打擾一下顯得很有分寸感，比直接衝上去就問要禮貌得多。這詞兒真好用，我原來以為只有去朋友家做客的時候才說打擾了呢。這兩個詞用法確實有一點點區別。打擾一下通常是為了引起注意，表示我就占你一點時間，而打擾了更像是一句定型的客套話，強調給您添麻煩了。哦，一個是請求，一個是客氣。總結得對。所以去朋友家做客，進門的時候我們一般說打擾了，但更有趣的是，當你準備離開的時候也可以用。離開的時候怎麼說？你可以說今天真是打擾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這裡的意思是謝謝你們的招待，給你們添麻煩了。原來離開的時候也能用，這個點估計很多人都不知道。說到添麻煩，是不是還有一個詞叫麻煩你了？對，這個詞也非常常用。麻煩你了通常用在請求別人辦事兒，或者別人幫你做完事兒之後。比如快遞員幫你把東西送上樓。是的，你簽收的時候可以說一句謝謝，麻煩你了。這個詞聽起來特別親切，感覺人情味兒很濃。說到人情味兒，還有沒有那種能讓中國人一聽就覺得哇，你中文真好的詞？有一個詞如果用好了，絕對會讓身邊的人刮目相看。真的？快告訴我。這個詞是您受累了。您受累了，這也是表達歉意嗎？這是一種非常高級的客氣話，通常用在別人幫你做了事，或者為你付出了體力勞動的時候。它不是在為錯誤道歉，而是在為給別人添麻煩表示歉意和感謝。能給我舉個例子嗎？比如出租車司機幫你把很重的行李搬上車，這時候你說謝謝，當然沒問題。但如果你補一句師傅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您受累了。哇，那個師傅估計心裡會特別暖，覺得這個人太會說話了。絕對的，您受累了，承認了對方的付出，這在中文的人情社會裡是非常拉好感的表達。看來道歉不僅僅是認錯，更是對關係的維護。沒錯。最後再教你一個更口語化、更輕鬆的，特別適合年輕人之間用，叫都是我的錯。都是我的錯 ，my fault。对，比如你跟朋友約會遲到了幾分鐘，你可以笑着說：“哎呀，都是我的錯，走，請你喝奶茶。”這就很輕鬆地把責任攬過來了，也不會把氣氛搞得很僵。都是我的錯，這個好記又好用。說起來，我記得咱們中國家庭裡好像不太說對不起或者謝謝，覺得一家人說這些太生分了。是的，傳統的中國家庭確實是這樣，大家覺得親人之間是不分你我的，如果我也跟你說謝謝，你也跟我說對不起，反而顯得像外人。对对对，尤其是以前父母那一輩，吵架後基本上都不會說對不起。他們通常的方式是行動道歉，比如切盤水果端給你，或者說一句吃飯啦。另一方如果去吃了，就算是接受道歉了。這種含蓄雖然有溫情的一面，但我覺得也有不好的地方。很多時候問題沒解決，只是憋在心裡，慢慢就產生隔閡了。你說的很對，這其實是很多傳統家庭的痛點，大家都不願意把話說開。不過我發現現在年輕一代家庭觀念都在改變，他們好像比上一輩人更願意直接表達自己的情感了。
確實是這樣，時代在進步，現在越來越多的夫妻或者戀人，當收到禮物時，會直接表達欣喜和感謝，而如果做錯了事，也會真誠地道歉。這的確是一種進步，直接把愛意和歉意說出來，比一切都靠猜好太多了。不僅溝通效率更高，彼此的心也貼得更近了。沒錯，所以對於學中文的朋友們來說，雖然要了解中國傳統的含蓄美，但在現代交際中，真誠、直接的表達謝謝和抱歉，絕對是能增進感情的。哪怕是像我開頭那樣，為了面子不想說，最後說出來了，結果也是好的嘛。說得对。好，那讓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內容。小麻煩用不好意思，大錯誤用對不起，工作場合用抱歉，求人用打擾了或麻煩你了，感恩別人的辛苦付出，用您受累了。朋友之間隨口認錯可以用都是我的錯。至於對親密的人，不妨試着大膽一點，把愛和歉意直接說出來。總結得非常好，歡迎大家在評論區告訴我們你最常用的是哪個詞，或者你還聽到過哪些有意思的表達。另外，屏幕前的你有沒有想要感謝的人呢？或者是一直沒說出口的道歉？希望這一期節目能帶給你的不僅僅是中文，還有表達愛和歉意的勇氣。沒錯，語言就是用來連接彼此的。感謝收聽本期節目，希望你的中文越來越地道，越来越有人情味兒。別忘了點讚、訂閱和分享我們的節目哦。我是林靜，我是方舟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